聖誕市集。我買一個東西，你就會知道我現在是在哪一個城市，哪一個國家。讓我找一下，認得出來嗎？這個是什麼？還記得兒時那段白雪公主與小矮人的故事嗎？這部童話就緣起於此。位於德國哈茨山腳下的千年古城哥斯拉爾 Goslar， 這裡矗立着數百年會說話的房子。耶誕市集深處隱藏一座飄散女巫神秘氣息的魔幻森林。伴隨着開採千年的地底銀礦，這座古都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最引以為傲的都城。今天帶着家人一同走進這座千年璀璨的神羅之都。進入古都，我們車行於玫瑰門街 Rosenthal-Straße。這個美麗的名字源於一座消失的中世紀城門——玫瑰門。兩側木構老屋夾道、商店、咖啡館錯落其間。我們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，感受着這座千年古城活潑而熱鬧的生命力。哇哦！Ice cream。市集廣場前，一股獨特的松針清香，伴隨歡樂氛圍撲面而來。奇幻的耶誕森林，霓虹閃爍，映照着今年逗趣主題北極的山羊。這一刻，千年帝都化身為溫柔長者，為旅人安排溫馨的童話派對。這樣你可以知道我在哪裡了吧？這個地方是格斯拉爾，它在哈爾茲山腳下的一個中世紀小鎮。這個小鎮是世界文化遺產，保存得非常的完整。這裡11到12世紀曾是皇帝的行宮。神聖羅馬帝國就在這裡舉辦很多重要的會議，現在還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雕像，證明當時這裡權力的中心。頂着皇冠懸於空中的金色字母 G， 醒目勾勒出哥斯拉爾曾是帝國中心的盛世榮景。八角皇冠造型象徵天成，刻畫出君權神授的莊嚴。這份尊貴印記在當代有了優雅轉身，化作藝術界如目的桂冠——凱撒環獎 Kaiser Ring。这個市政廳，哥斯拉爾的市政廳，它也被認定為是德語區最古老的市政中心。廣場旁這座15世紀的白色哥德式建築，便是市政廳 Rathaus。其外觀古樸典雅，內部卻藏着寶盒般的華麗空間。致敬大廳 Hodigunsa， 這裡曾是向皇帝宣誓效忠的神聖場所。廳內從牆面到天頂，皆覆滿了精美的木質鑲版畫，被譽為中世紀室內裝飾的巔峰之作。找到了，德國香腸 ，Please no sauce。我不敢吃醬料，所以要看很清楚，他沒有幫我放醬料。香蕉船啊，不，那個香腸，走好。Yes， 好。
然後不是說觀光客不好，而是人沒有那麼多，不會那麼擠，然後不會那麼擠之外，還有一個好處是，你比較可以慢遊，然後慢慢去體會，然後小偷也少一點啊。好不好吃啊？還沒吃，等一下，我幫你配音啊。不要特寫哦。好。啊，你弄到別人了。眼前這棟建於15世紀的布商公會會館，如今已是知名的星級酒店。外牆上一對古樸逗趣的泥偶，代表着大地的豐饒與商業的昌盛，更為這座莊嚴的帝國古都點綴出活潑的庶民幽默。慢慢走入，慢慢的玩，非常值得啊，永遠難以忘懷啊。雖然貴一點，這裡還有一個小森林。冷風中，石板街道透着淡淡松香，翠綠杉樹隱藏着一座奇幻森林。眼前矗立一間粗獷魔幻、掛着狂野圖騰的小屋，販售着哈茨山著名的秘制藥草汁苦艾酒 Absinthe。它曾是礦工抵禦地底寒氣的生命之水，也被戏稱為神秘的女巫魔藥。Yes， 那個是冰刀。屋檐下懸掛着中世紀流傳至今的辟邪圖騰神獸 Nidkov， 人們相信它能震懾邪靈，同時阻擋嫉妒與厄運。走進巷弄，橫梁與窗棂間，繁複的彩繪木雕展現了純粹的哈茨山風格。在哥斯拉爾，建築是會說話的。照片看很震撼，其實現場來看更震撼。看看這個立體感一定要現場看，那個房子是這裡剛好凸出來，就只有凸這一塊。哎呦，這個門框雕花，標準的德式。有的人會把家徽、會把家族的特色就印在上面。這些屋宇上鐫刻的家訓與經文，不僅僅是住所的裝飾，更像是屋主的個人名片，或一面中世紀的臉書牆。每一行置頂貼文，都是屋主信仰與價值的展現。超級喜歡木屋，有沒有？從這個角度你可以看得到，上面比較大，下面比較小。因為以前稅金啊，扣水，有的是窗框啊，有的是樓地板面積啊，一樓的面積啊，或是門窗的大小啊。Beautiful。超美啊，超級美，有沒有？你看，超級漂亮。哥斯拉爾，曾經的神聖羅馬帝國，曾經的權力中心。在哥斯拉爾，有一款傳奇的啤酒，名為 Gose。它的微鹹口感源自於富含礦物質的哥舍河水，並非人工調味。啤酒以河為名，而哥舍河也同是這座城市的名稱哥斯拉爾的由來。看，不規則，有沒有？
古老的房子前面還有現代藝術的風向標。然而，談及哥色河，便繞不開與他交匯卻身份迥異的阿布楚希特河 Absuk。千年來，這兩條河流各司其職，分工嚴明。阿河承擔了最粗重的勞役，它被精準引向礦區，推動水輪，洗滌銀礦；而另一側的哥色河則守住了純淨。在釀製酒香的同時，也供養了市民的日常。一條是支撐帝國繁榮的工業脊梁，一條是承載千年的文化味道。這一清一濁，共同滋養了這座古城最生生不息且歷久彌新的生命力。喂我，吃这個比較好啦，吃那個。山脈、河流與所有勤懇的市民合力交織出這座千年古都，一段段動人的時光。